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射击游戏《极上沙罗曼蛇》。我选择的人物大家应该又能够猜到啊，真的是太神奇了！你们是怎么猜的呢？这个系列一共是3款作品。之前我录制过性感沙罗曼蛇，再加上本作，还有一款 Q 版沙罗曼蛇。3款作品的系统差不多。基础呢都是宇宙巡航机的系统，加入了一些冰封的铃铛元素。整体风格呢是偏搞笑，加入了大量的性感元素。不知道当年的科乐美是怎么想的呀？好好的一款打飞机游戏，硬是做成了打飞机游戏啊！我选择的人物是兔女郎。如果双打的话呢，选择同样的人物，它的配色是不一样的。那在人设上，1P 和2P 是不同的角色。另外呢，本作还可以选择宇宙巡航机的角色、冰封的角色。甚至还包括大道、无忧卫门，但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纸飞机，因为它的保险罩啊，它真的是保险罩，非常的安全啊。敌方的子弹呢，肯定是射不进来的，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吧。游戏当中呢，还包括了大量的世界名曲，你甚至能够听到玛丽有只小羔羊，还有野蜂飞舞等等。游戏的长度呢是7关，但是呢，本作是有隐藏的关卡的，后面如果遇到的话再给大家介绍。第一关场景是海港马戏团，咱们马上就要打 BOSS 了。这个 BOSS 叫做安娜·帕夫洛娃，是一个芭蕾舞演员。好吧，实际上呢是一只熊猫啊。以它的体型真的是难为它了。这个 BOSS 毕竟是第一关，非常的弱呀，攻击方式呢就是旋转。我下方的武器槽呢，第一格是加速，第2格是向上和向下的导弹，第3格是胡萝卜。这个很奇怪，女郎的胡萝卜呢是扔出去的，不是自己用的，不是自己吃的。第4格的武器就是我现在用的，这个武器呢，它击中敌人之后可以反弹。算是能够增加你的射击范围吧，但是呢，它有一点不好，就是无法精准的控制铃铛的颜色了。第5格呢，就是兔子分身。第6格是重置你所有的武器，让它变成默认的，大家千万不要点到啊。第7格呢，就是保险罩。兔女郎的话，应该是一个兔头。咱们来到了第2关，第2关的名称叫做猫咪战舰。一会儿呢，咱们就能看到了。我刚刚捡到了一个绿色的铃铛，绿色的铃铛呢是我最喜欢的。捡到之后呢，你会变大，并且进入无敌的状态，可以贴着敌人蹭啊。但是非常奇怪，它明明有蓝色的铃铛，为什么不是吃蓝色的变大？本关呢有2个 BOSS， 第一个 BOSS 就是猫潜艇，它现在跑了。
灰色的铃铛呢会给你一个大喇叭，你吹的话呢就会放出文字的实体攻击。这个设定很奇葩呀。但是很多的铃铛和你的保护罩是冲突的，捡了铃铛之后呢，这个保护罩会消失，所以你要看目前关卡的难度，你再决定要不要捡。游戏的前中期呢，我还是捡一下给大家演示，到了后期可能就要根据关卡的进度来决定是否需要捡了。游戏的难度还是有，但是这个难度呢，主要是来自于游戏后期的关卡，而不是 BOSS。BOSS 啊，我不是针对谁啊，所有的 BOSS 都是垃圾。又变大了，来打第一个 BOSS。这是他最后这次出场了。好的，炸糊了，他跑了。我现在是一个满的状态，但是这款游戏呢，它是有一个动态的难度系统。90年代中后期的世界游戏一般都有这个系统，就是你的装备越强，捡的道具越多，越时间长了没挂，敌方的难度就会增加。这里打这个美人鱼的 BOSS， 这个美人鱼呢叫做伊丽莎。他头上的那条鱼啊，叫做尼尔。丽莎这个叫声不对啊，老婆，你听我解释啊，你听我狡辩啊。伊丽莎呢是一个美人鱼的女王，在游戏的设定里呢，她的丈夫和叫做G组织的战斗当中啊牺牲了，所以这个女王呢实际上是一个人妻。还是一个未亡人啊！我脑中呢浮现出了无数的剧情。第3关糖果乐园，这个鹰看起来真的是欠揍啊！而且呢，他身上有很多铃铛，遇到了最好不要放过。这里简直了，给我这么多的武器啊！速度呢，我没吃满，因为速度太快了，我控制不住啊。这东西不是越快越好的。另外呢，3号武器和4号武器是冲突的。你用胡萝卜了，就不能往外扔现在这种武器了。毕竟呢，我这个人物呢，武器没有跟踪效果，所以说我就选择了这个，没用胡萝卜。这里看见很多的水果、糖块、饼干、蛋糕，还有厨师，所以说本关呢叫做糖果乐园。不错呀，但是这个场景啊，不能让我老婆看到啊，看到了她就想吃了。我现在的铃铛是红色的，它可以放3个屏障，挡住敌方的子弹。这个东西在特定的场景是很有用的。蓝色的铃铛捡到之后呢，就是全屏攻击，一个清场。BOSS 战了，这个 BOSS 啊叫做装饰核心。看起来他上下2个手在挤奶油啊。攻击方式呢是撞，然后发射激光。弱点啊，他一会儿张嘴咱们就看到了。要想打倒他，需要往他嘴里射呀。
集中火力，快点张嘴啊！再等一次机会。我的铃铛用光了，要射爆3次啊！现在剩1个了。好的，把我的秃头召唤出来了。秃头呢能够挡子弹，但是啊，挡几次之后呢，它会越来越小，直到失去保护的效果。第4关了，第4关的名字叫做交通标志。一会儿呢，咱们会飙车呀。我呢是不太爱开车的，开得不好。可能一些小伙伴玩的是街机版的本作。街机版的话呢，如果你想进入隐藏关，需要控制好你每次过关的时候百位数。根据百位数字的不同来决定你是否能够进入隐藏关。好的，开始飙车了，咱们开始上速度啊！这里呢不能刹车呀，油门踩死。难度其实主要是来自于后方。可以把鸡的毛打光。好，捡到了一个蓝铃铛，蜻蜓。这个效果真的是好啊！这些鸡的发型呢，一看就是暴走族啊！我又把秃头搞出来了。咱们前面是无敌的，无所谓啊，这里挂不了。哎，刚刚这个地方没有骗我呀，一个感叹号的标志。结果呢，真的掉下来很多的感叹号。这里过了不远就是 BOSS 战了。我的小兔子受伤了，明显呢是变小了呀。蓝铃铛，捡吧。本关的 BOSS 呢叫做疯狂核心，其实啊就是一个红绿灯啊。好的，把这3个灯打完也就过关了。很快来到第5关，主关的名字叫做舰船阅兵式。所以你能够看到很多的宇宙飞船，而且排着队来啊！绿铃铛捡了。本关开始呢，我感觉绿铃铛就很有用了，它可以让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无敌。无敌的时候呢，你还可以去打铃铛。如果搞出绿的呢，可以再次无敌。又捡到一个绿的，又变大了。我今天已经变大几次了，常规操作啊。这里敌人太多了，咱们不搞绿铃铛的话呢，就要去搞秃头。这种板子一看就好结实啊，
要打200多次。本关敌人数量可能是关卡之最了吧？兔头又变小了，应该是又挨打。有的时候我是真反应不过来啊，观察不到。敌人太多了，子弹太密。现在兔头可能还只剩1发了。刚刚敌人这个子弹啊，让我想起了魂斗罗的 S 弹，另外在沙罗曼蛇系列里边也有。好的 ，BOSS 战，这个 BOSS 啊，叫做胶囊怪兽，它也是有名字的，叫做卡布奇诺。特点啊，就是打中它会喊疼，并且还会生气。生气呢是普通的生气，还有非常生气，攻击方式不一样，但是都会扔出大量的武器道具给咱们用。所以说这个 BOSS 还是不错的。他生气的时候不要乱躲呀，因为武器道具里边呢会混着子弹，一个刺球，被刺球打中呢就没了。最后他说了一个非常疼，投降。听这个 BGM 呢，就知道咱们进入了隐藏关啊。隐藏关呢叫做兄弟船，其实是一个蒙爱的战舰，但是战舰上面写着兄弟船。进入关卡呢，主要就是咱们刚刚过这关，百位数的尾数是3。不同的关卡过来之后，进隐藏关要求的百位数是不一样的。这里先打战舰，这战舰别的攻击都还可以，最恶心的就是现在过来撞你，要找一个死角。把兔头搞出来，兔头应该已经变小了1圈了，肯定是又挨打了。这个家伙呢，只算一个精英怪，还不算是 BOSS。那前方不远呢，才是 BOSS 战。这个 BOSS 呢是良子，是一个女性的魔爱军。也是只有一个头啊。攻击方式就是往出吐魔爱军啊！这个攻击方式呢，真的是每次吐4发之后会吐出一个长的。这个真的超级长啊！好，打完。其实呢比较脆啊，大概循环3次，但是他的攻击方式让我忍不了啊。第6关的场景呢是月球了。这关看起来就很有沙漏曼蛇的味道。月球上敌人的兔子火箭，
从上一关开始呢，我就频繁的搞秃头，因为游戏的难度真的是比较高了。秃头毕竟能抵4、5发子弹吧。因为是在月球啊，所以说敌方有大量的兔子。哎，我这个也是兔女郎啊，咱们自己人不打自己人，好不好？进城了，这里边在打年糕啊。这个锤子呢，咱们可以利用，就是把子弹打上去，让它反弹的到处都是。但是要小心一点，这个锤子呢，它是有攻击判定的，有碰撞体积的，不要碰它。好，又一个绿铃的。绿铃呢真的是爽啊！我感觉捡3、4个呢，后面的关卡就能混过去了。好的，变回来了。红铃的3发屏障，这个其实也不错。蓝的清屏，前方不远 BOSS 战。这个 BOSS 呢叫做辉夜姬，就是辉夜公主的意思。也是带着兔耳朵呀。攻击方式呢就是扔兔子。耳朵打爆了，弱点是脸，咱们就往他脸上射就可以了。好的，打完之后呢，发现它只是一个木雕啊，然后这2个企鹅就跑了。这样的话，进入第7关。第7关是迪斯科舞厅。现在本关的难度还不是这款游戏当中最难的一关，最难的一关呢是后面的特别关卡。蓝的能不能打出绿的呀？我现在需要绿的啊，我想变大呀。有绿的，但是目前这个状态啊，还是秃头保护我的时间更长啊。卷轴如果移动的快，关卡短，那就多捡一捡绿铃的。但是关卡长的话呢，咱们还是秃头，挡的子弹比较多。这个地方敌人太疯狂了，子弹好密，兔子应该还能接2发子弹。绿铃的，我觉得可以捡了。2发子弹很快就会被打没啊，但是一个绿铃铛可以撑很久。好了，又到期了，到期了又可以搞秃头了。这样的话无缝衔接啊，等于咱们无敌了很久。这地方子弹太密了，我刚搞好了秃头，结果现在可能只能挨2发了。明显感觉兔子变小了2圈啊！敌人刚刚改变地形的地方不要碰啊！
好了，变成最小的兔子了，没了。打光，这里能不能再给我点东西了？我想变无敌呀！前方不远就是 BOSS 战，但是这个 BOSS 啊，咱们打不了他，只能躲。这个 BOSS 叫做奇奇宾塔利卡，腿好长啊！好，钻过来，这样就可以开始射击了。注意一点天花板掉下来的东西，这个角度可以，但是我这个角色不行啊。他还会再冲过来一次。到这儿呢，可以说是通关了。因为最终 BOSS 啊没有攻击能力，只能被动的挨打。BOSS 呢叫做章鱼 A 子。这些企鹅呀在崇拜他，所以说这个章鱼只是一个花瓶而已，你可以叫它章鱼小丸子。被打的音效啊，有点顶不住。好的，这样呢算是通关。但是通关之后呢，还有一个特别的关卡。这个关卡就特别难，咱们的分数和命是继承的，但是进入这关之后啊，咱们的所有武器就清零了，咱们要从头开始攒。这里攒起来就很费劲了，而且呢是最后一关了，所以我主要还是依靠铃铛吧。搞了一个4号武器，搞了一个分身。又捡了一个绿铃铛。感觉这关绿铃呢，我混了一半了。好，又一个，不只是一半，因为最终 BOSS 实际上不难打。咱们主要呢还是把这个关卡的流程混过来。行了，现在游戏的难度实际上是下降了。因为咱们武器不给力了，每次射过来这发子弹呢，是提醒咱们游戏进入了下一个阶段，敌方的风格呢发生变化。又是铃铛，看看有没有绿的。有一个，有一个实际上没捡到啊，因为我用蓝的清屏的时候不小心打到它了。可以了。咱们变小之后才能再次吃铃铛，现在是捡不了的。看一下能不能再混一个，又来一个。这关我就是水平不够啊，铃铛来凑了。
这里对面的子弹看起来很密啊，但实际上呢，咱们在这儿就无所谓了。可以了，都甩没了。又一个阶段，躲呀！敌人这个出现方式很熟悉，当年玩宇宙巡航机1代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关卡，而且算是小 BOSS 战。过去一个16位的牌儿，这个要打65000多次。好的，这里是特别的 BOSS 战了。这个 BOSS 呢叫做宾塔罗，是一只机械企鹅，难度不高啊。如果经历过当年街机平台的飞行世纪游戏洗礼的话，这个 BOSS 啊真的不够看。我现在站的这条线啊比较安全，敌方出僚机了，需要躲了。好，他又回来了，继续打头。我的武器啊比较简陋，所以说对面的难度也不高。好的，打爆，这样的话通关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超人平台的飞行世纪游戏《极上沙漏曼蛇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